当一线城市的房子连买菜大妈都懒得多看一眼时，中国楼市最悲惨的时代真的来了。曾几何时，房子是中国人最安全的硬通货，一句买房稳赚不赔成了全民共识。但如今，北上广深、昔日铁板一块的4大一线城市，正在上演一幕幕骨折清仓的惨烈场景。就在去年，广州彻底放开限购，被外界认为是最后的救命稻草。而今年9月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接连松绑楼市政策，尤其是深圳，直接对外地人敞开了大门。看似力度空前，但现实却给了最冰冷的讽刺：房子依旧卖不动。9月5日，深圳市住房和建设局、央行深圳分行联合发文，宣布全面松绑楼市，放宽限购，允许企业买房，优化信贷。力度之大，超过北京、上海。但这一切并未阻止下跌趋势。数据显示，深圳二手房价格自2021年5月开始下行，至今已跌了整整4年。光是今年7月，二手房再跌 0.9%， 在全国跌幅榜中排名前10。一个最具讽刺意味的画面是，中介带人看房，客户左看右看，转身就走。中介苦笑，不是不看房，是没人敢下手。在深圳这样的改革前沿，连楼市都撑不住了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中国房地产的逻辑已经彻底坍塌。再看北京，8月8日，北京放宽限购，5环外买房不限套数。媒体一度兴奋地喊春天来了，但满打满算1个月过去，市场并没有迎来报复性成交。北京市住建委数据显示，8月新房住宅网签3135套，环比上涨 8.82%， 二手房网签13331套，环比上涨 4.28%。 听起来是增长，但要知道，过去动辄翻倍的成交，如今只有个位数的爬升。华夏时报更是直言，北京房市并未出现爆发式交易。这在官媒的口吻里极为罕见，因为以往官方总是报喜不报忧。当连官媒都承认冷清，就说明情况真的坏到不能再遮掩了。上海也差不多，只要交满1年社保，外环外买房不限套。但市场反应冷淡。数据显示，7月上海新房均价环比下降 0.3%， 二手房环比下降 0.7%。过去黄浦江边一砖头能换掉3代人的积蓄的神话，正在变成笑话。更扎心的数据来自3联生活周刊，4大一线城市的部分区域房价已经跌回2016年水平。要知道，2016年可是上一轮楼市狂潮的起点。换句话说，这8年许多人炒房赚来的钱，一夜回到解放前。根据国家统计局7月房价数据，一线城市新房价格同比下降 1.1%， 二手房价格同比下降 3.4%。环比来看，新房下降 0.2%， 二手房下降 1%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房价还在下跌，且下跌幅度正在扩大。而广州是一个最典型的前车之鉴。去年9月，广州彻底放开限购。1年过去，2025年7月的数据却显示，新房同比下降 4.6%， 二手房同比下降 6%。换句话说，限购松绑并没有救回楼市，反而让人更看清了房子就是跌。为什么放开限购也救不了？因为人们的认知已经彻底变了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买房几乎稳赚。有人笑言，10年前随便买一套厕所，现在也值1套房。这种全民狂欢让房产成了国人最核心的财富。但现在现实像一记耳光，打得生疼。瑞银证券最新报告显示，47%的买房人已经账面亏损。而在一线城市，从高点算起，房价普遍跌去了 30% 以上。最讽刺的是，
很多曾经拼命贷款买房的人，发现辛苦背负几十年房贷，最终换来的是负资产。这不仅摧毁了人们对房地产的信心，更让无数中产陷入焦虑。即便房价跌去30%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房价依旧贵到离谱。以北京为例，房价收入比依然高居世界前列。普通工薪阶层即使不吃不喝30年，也未必能买下一套像样的房子。这就是最大的矛盾，房价跌了，但依旧买不起。投资逻辑破灭，居住价值未显。于是买房需求雪上加霜，市场更加低迷。很多专家直言，放开限购是最后的救市手段。但如果这招也没用，那么留给中国楼市的只剩下自由落体的恐怖想象。以前新政一出，至少能撑半年，现在1个月就没效果，连官媒都说不出好话了，这才是真的绝望。是的，以前政府总能通过政策刺激，制造短暂的繁荣假象，但现在政策红利几乎立竿见影地消耗殆尽，市场迅速回归冷清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信心彻底坍塌。没有信心，哪怕放开限购到核心区域，也只会有短期作用，很难逆转颓势。过去20年，中国人最大的执念是什么？是买房。房子是身份，是面子，是财富，是家庭关系的粘合剂。没有房子，婚姻会破裂，孩子会输在起跑线，父母会抬不起头。但如今，这个信仰在一夜之间塌了。过去，大家相信一线城市房子只涨不跌，所以不论价格多高，都会咬牙冲上去。但随着房价连续多年下跌，这种信仰被粉碎。2025年的数据残酷到让人不敢直视。深圳二手房均价从2021年的 7.2 万元每平方米，跌到今年的不足5万元。北京部分郊区新盘骨折价达到 2.5 万元每平方米，仍无人问津。上海外环外二手房价格普遍比高点跌去 25% 至 30%。更扎心的是，瑞银证券的报告显示，有 47% 的购房者账面亏损。这意味着几乎一半的人买了房就是被套牢。人们终于发现，所谓房产稳赚不赔，只是一个泡沫神话。房子不再是财富的蓄水池，而是财富的黑洞。最惨的群体是谁？是中产阶层。他们在2016至2021年楼市高点拼命上车，掏空6个钱包，背上30年的贷款。如今房价跌去 30%， 他们手里的房子直接成了负资产。举个例子，2019年，北京某白领小张花600万买了一套2环外的2居室，如今市价只有420万，4年时间亏掉了180万，相当于他6-7年的工资。可他还要继续背着月供 1.5 万元的房贷，直到2050年。这样的故事在一线城市比比皆是。一个个梦想着靠房子保值增值的家庭，正在眼睁睁看着财富蒸发。更残酷的是，房子卖不掉，因为有价无市。有人说，房子跌了，也许能让刚需受益。可现实呢？即便下跌 30%， 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房价依旧高不可攀。根据国际住房可负担性排名，北京房价收入比超过28%，全球排名第一；上海22%，深圳20%，广州18%，全部位列前10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普通家庭不吃不喝20-30年才能买下一套房。这就是最荒诞的现实，房价跌了，但依然买不起。所以年轻人选择躺平，租房过日子。换句话说，市场的主力消费群体已经彻底消失。楼市的崩塌不只是房产商的事，而是全社会的灾难。第一，财政收入断崖式下跌。过去，中国地方政府1半以上的收入来自卖地。如今地卖不动，财政赤字雪上加霜。
比如2024年全国土地出让金收入同比下降 13.7%， 跌至 8.3 万亿元，而2025年上半年继续下跌 9%。 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地方政府连公务员工资都快发不出来。第二，金融系统风险暴露。房地产是银行最大的抵押品，如今房价下跌，抵押物缩水，坏账风险飙升。2025年2季度，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已逼近 2%， 创下近5年新高。很多中小银行被曝抽贷、压贷，甚至出现小范围挤兑。第三，普通人财富蒸发。中国家庭 70% 的财富集中在房产上。如今房价普跌，相当于全体国人一夜之间被削去了财富的1/3。这不仅让中产阶层破产，更让社会信心迅速崩塌。第四，社会矛盾激化。楼市下行最直观的后果是断供潮。据媒体报道，2024年全国已有超过30万套房产出现断供。今年以来，这个数字还在继续增长。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弃房断供，直接让银行和法院头疼。眼下，一线城市已经在测试部分放开，但业内普遍预期，如果市场继续冷清，北京、上海、深圳也会彻底解除核心区域的限购。但问题是，即便如此，效果可能仍然有限，因为问题的根源不是限购，而是需求彻底消失。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，年轻人收入停滞，信心崩塌，这些才是楼市真正的毒瘤。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预测，到2035年，中国劳动人口将减少6000万。买房的主力人群越来越少，谁来接盘？从广州的失败经验到北京、上海、深圳的冷清现实，有一个结论几乎可以确定：房价大幅反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。未来的楼市更可能是核心地段房价小幅波动，郊区和非核心板块持续下跌，投资属性彻底消失，房子只剩下居住功能。对无数人来说，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幻灭。过去20年，房子撑起了一个虚假繁荣的中国梦。如今梦醒了，代价是无数家庭财富的灰飞烟灭。当北上广深的房子都跌回2016年，意味着中国楼市真正的崩盘时代已经开启。